嗨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终于记得把我的码表装上了我的车把。刚刚等了一会儿这个卫星没有接上，但现在我看应该已经接上了。现在骑行呢，就有时候会忘记把这个码表带出来。我记得刚买那个码表的时候呢，还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，就你一个月怎么也都要骑到几百公里。我大概设置的是300吧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呢，因为这个码表的支架坏了，就没有再带出码表来。但其实已经新买了一个支架很久了，但是好像一直都忘，有忘就忘吧。反正呢，觉得每天骑行呢，只要养成一种自觉的习惯的话即便你不监督、不设定目标，它也基本8、9不离10，总会出来做一些骑行。昨天呢，没有骑车，因为一直下雨，路面都湿的，所以到了下午的时候已经是差不多黄昏的时候，趁着有一段时间没有下雨，但气温呢相对也变低了一点我就开车去了半山，去爬了一下好久没去爬的大夫山路的那个山道。从那个山道呢，经过7个台阶段直直的上去，就是大夫山公园里面。好久没去爬了，再加上毕竟上了点年纪所以在爬山的过程当中呢，还是有些气喘，所以并没有挑战更远的距离和去爬大夫山里面更陡的山坡，就绕了一圈回来了。但是呢，也出了一头汗，应该也起到了一定的锻炼的作用吧。今天呢，看了天气预报觉得原本都是阴天，30度左右吧，我就觉得是不是可以到外面去骑车等我把这些装备都准备停当，骑到了村里大马路上，你可以看到阳光灿烂了。就我想着等一会儿气温应该会升得比较高吧，但是既然已经骑出来了，那我们不妨也去走走吧。每次在村内骑车，尤其是从村内骑到村外的话呢，也经常会想一想，最近哪条路好久没骑了，尽可能呢给自己找一些小小的新鲜感。所以我就想着，好像莲花大道那条山道有一段时间没骑了，那干脆今天就从天湖区这个小侧门骑出去，走一段莲花大道，然后呢，看看走过景观大桥以后，去沙湾方向。虽然前一阵子我开车和我女儿已经去了沙湾古镇，但是我就想着，除了沙湾古镇呢，应该还有一些边上的其他的一些绿地可以去走走。
这今天呢没什么目的啊，就是闲逛下意。毕竟这几天都下雨，好不容易有一个雨停的时间啊，还得抓住这样的机会。昨天呢，在半山那边啊，爬山以后啊，就在它周边的一些社区、一些组团闲逛。但现在呢，我在天湖居这头了啊，就正好是两边。哇塞！我看门上写着提示，就这条道这个门呢，只能是自行车和行人出入的。保安也在提醒啊，但是还是有很多人骑着电动摩托车呢，就从这个小门进出。好，天气炎热啊，还得挑战一番。现在呢，已经来到了莲花大道上了，要走一段山路。今天呢，我还是骑着我的旧单车，想着修好那个链条以后，来挑战一下啊，看看这个车会不会在半道掉链子。北方地区呢，最近开始慢慢转凉了。我觉得到了10月份呢，北方很多的地方啊都是非常宜居的状态。只要天气一凉爽，就我觉得人呢精神也会变得很爽，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旅游出行的机会啊。就希望看看吧，看看家里的各种情况，还是希望呢抓住秋天的好的季节啊，出游一番。但是人呢就是这样随遇而安，如果暂时没有这样好的机会，那就姑且忍耐一下啊，就近的骑骑车，随意的逛逛。我觉得生活一样可以打发过去，而且应该是以一个积极的心态啊，就是每天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呢，就发现一些让自己开心的地方。我觉得真的有时候就是看一个心态啊，但是如果长期的就是这种消极的等待呢，那我觉得这就是躺平心态，也是要不得的。老天还不错啊，骑到莲花大道上呢，看到天又转阴了，太阳又躲到了云层里面去了，这是一个好现象啊。夏天特别是高温天气骑行呢，
别的都还好啊。如果缺水的话呢，可以补水。但是如果长时间在太阳的暴晒底下呢，是有可能会招致中暑的。那这个呢，就是犯病了。特别每个人对这种高温天气的承受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你有时候真的不能去挑战这些恶劣的天气，还是要与它真的适应才好。现在呢，骑到了祈福新村的外侧，就这个右侧里面的一个湖边上就是祈福新村了。那么这里呢，就是祈福新村最南边了。就外面呢，现在开了这条大道。其实前面那些高楼呢，同样是祈福新村内的一些居民楼。也就是接近我昨天去的半山居住区的地方了。到这里呢，太阳又出来了。从这里呢就要爬坡了啊！我看看不换挡能不能骑得上去。这已经来到了接近山顶的地方了吧？左右各有2个鱼塘，就在这种山上啊，还能够开出2片水塘，我觉得也不错，挺有意思。看来还是顺利的骑到了山顶。今天呢，因为带着码表，就可以知道自己已经骑了多少距离了。现在看了一看呢，差不多4公里。现在是下坡路啊，那我就让车溜下去。时速呢，应该21公里这样的一个速度啊。我们还是安全第一，慢慢的下山。
虽然呢是一片山坡地啊，但其实道路两边都种了很多的这种蔬菜瓜果。我相信这里这些小片的农地呢，都是村里分给那种村民的，就让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啊，种一些经济作物，就帮补一下家里。所以你看这边的这种田地啊，都是一块一块的小小的面积，但基本上呢，该种的庄稼不是庄稼啊，该种那种经济作物的地方呢，也都种满了。就农民呢，还是热爱土地啊，愿意在这种土地上耕种，一年之中呢，总是还是有一些盼头，总会长出一些庄稼或者是蔬菜啊，或者其他的经济作物。但我相信这边的农民呢，得益于周边啊城区化这种经济的发展，所以他们的地呢，大部分都换作了厂房或者是商业地带啊，就留下的地呢是越来越少了。但是呢，也可以从中分一杯小小的羹，能够从这些收入里面呢得到一些分红。那有一些会经营的呢，他可能就盘托了一些土地啊，就进行一些面积化的种植或者养殖。所以这边呢就有很多的这种水塘，相信都是村民把它围起来做养鱼用啊，就是变成了鱼塘。人真的很奇怪的啊！你像这些农民，按照他们绝对收入来讲呢，普遍应该是低于城里人的。但从生活的态度到生活的这种满意度来讲，我相信他们应该是高于城里人的。他们没有城里人那么好高骛远，可能也没有必要去跟着城里那种非常大家奋进的脚步啊。就他们还是悠哉悠哉，完全是跟他们以前的前辈啊，就种地的农民这种生活呢为伍。这说着呢，就已经骑出了这条莲花大道的山道了。现在呢，前方去找景观大道。好，现在呢，骑过宜山西路啊，右前方呢就是已经去过很多回的横江村了。现在呢，我已经骑行在景观大道上了，前方呢要经过景观大桥，就才能够跨过市桥水道，才能够去到沙湾镇的周围。景观大道呢，真的路如其名啊，
确实是一条非常开阔的这个绿色大道，景观真的不错。右侧呢还是横江村呢。经过一个红绿灯，我们继续向着景观大桥骑行。现在骑上景观大桥。现在呢，我已经骑上了景观大桥，大家可以看看市桥水道，这边的风光很美啊。看这个景观大桥的栏杆啊，都锈迹斑斑了啊。这是市桥水道的右一侧，这里是我经常推着车上来或者下去的地方。如果你要沿着这个市桥水道来骑行的话呢，就可以欣赏非常美的江岸的景色。但是今天呢，我就不走这个市桥水道了，打算继续往前走。好，现在呢，从这边骑下桥去了。前方的这是景观路啊，一直往沙湾方向在修路，所以这边的小路呢可能就封闭了。但是我知道啊，我的右侧呢有一个很不错的村庄，好久没来了，想着到里边去转一圈吧。
就是这个村庄，冲边村，就是河边的意思。看到这边还残留着一些张贴的纸，写着接种疫苗等等。就这个地方呢，我以前当然来过不止一回了，是一个古村，可以看到村前的一个广场，有城市的宗祠，还是非常漂亮啊。而且这边的曾经是广邮2支队司令部旧址。哎，你看啊，这就是在那边打仗的时候的一些史记啊。很恬静的一个村庄，但是跟传统的古村落一样的，它也有它自己的一个祠堂群，也有个村庄围起来的一个村头的院落。但是这个后面就是山了，我不知道能不能到村里去兜一圈呢。福冲冲边大街，但是这个村庄呢，好像都在山边啊，山脚下，所以这个路呢，其实都是高高低低的。骑着可能就到山脚下了。这就是这个冲边村的景象啊！哎呀，这猫猫在车上，怎么好玩呢？喵喵，在车棚底下晒太阳呢。村庄边上的一些空地呢，也零零散散种了一些经济作物吧。你看这个村边的一个莲塘啊，这是种莲花的一个池，都被那种绿色的水生植物覆盖得满满的了。但是在夏季莲花盛开的季节呢，应该是不错的。我发现还有一枝莲花，粉色的很漂亮，满开的状态，这一枝独秀了，其他的都已经谢掉了。有时候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啊，就会路过一些村庄啊，我是很乐意到里面来转一转。一呢就是休息一下，另外呢也改变一下眼前的景色，挺有意思的。好，现在呢骑出冲边村，再向前呢去找到福隆路啊。
看来这条桥修得七七八八了，应该很快就可以开通了。这边呢有一条自行车道，稍稍安静点，但这个树太小了，也没什么遮阴的。哦，一群麻雀。前方呢就是沙湾古镇，有好多个门。最近去了又去了啊，今天没有打算进沙湾古镇，就想一直往前面的滴水岩骑下去。虽然滴水岩呢也是一个森林公园，但它不像大夫山呢是可以进去骑行的，因为有一回进去就吃了一个闭门羹。但是呢，我就打算到它门口去转一转，然后再看看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吧。就番禺呢，还是有几座小山的，像比较高的鱼山，相信也是番禺的来源之一吧。这附近呢也有很多的这种小山啊，像这个滴水岩就是其中之一。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驾校啊。左侧呢就是沙湾古镇，前方呢就是沙湾古镇的西门了。我看了一看码表啊，刚刚好10公里。从祈福新村呢顺着景观大道骑过景观大桥，来到了沙湾古镇，刚好10公里。所以这段距离呢应该还是非常适合骑行的距离啊。但是我呢准备往右前方骑行，向着滴水岩的方向。
上了一个坡，前方应该就滴水岩了。这条路就叫滴水岩街。对面呢就是滴水岩公园啊，有门禁，可能进不去啊。那我们就在门口到此一游吧。滴水岩森林公园，这几个字写得不错啊。算了，没有必要挑战了。但是我发现啊，这个滴水岩公园门前条大道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出来的，到时候去探索一番吧。应该还没有通车，但已经建得七七八八了。前方可以去到鱼山西路。原来番禺车管所在这附近。哦，又转到这里来了。右转应该是福北路了。
原来呢，这就是景观大道啊，就我身后啊，那边一直过去呢就是景观大桥了啊。原来以后是要这样连通的，可以期待一下，这条路应该很快就会通了。哦，这样以后到我们祈福新村就拉直了呀。看来这是一片风水相当不错的地方啊。就以前呢，因为交通不便啊，就显得有一些闭塞。但现在呢，以后除了这个滴水岩森林公园以外，边上应该会开辟很多新的发展项目，形成新的市镇啊。因为交通方便了。好，我继续顺这条景观大道啊，虽然还没开通，我先骑一段来探探路。稍事休息啊，继续骑行。现在其实按时间算呢，刚好骑了30分钟，按距离啊，只骑了12点几公里。就今天可能上坡下坡，还有去村里慢骑，所以速度是非常慢的。但这恰恰是在这种天气啊，就应该悠着点啊，慢点骑。看看这些新建的马路，这个边上的绿色，尤其是右侧那座滴水岩的小山，觉得还是很惬意的。虽然这条路呢还没有通啊，但是其实基本的设施已经完善了，只要铺上路面啊，我相信今年内呢应该是可以开通了。这里就到头了啊，前面呢是4良路。我看到有人开车从这里拐出去，那我也跟着拐出去看看。从这边呢就出到了4良路上了。现在来到了4良路上。
我上次也骑过这条4粮路，漫长的一段路，前方呢就是去到宝墨园，就是那个岛上啊，赤泥岛。看来这第一段的骑行呢，已经骑得够久了，我就想在这边先打住啊，把它作为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段的骑行。我们接着继续骑行，继续聊。那在这边呢，我们跟大家说一声再见，一会儿见，拜拜。